那么首先要学习声波塔的话呢，我们正式学习声波塔之前，要具备修学声波塔的资粮。声波塔的资粮有6个。第一个呢，就是要安住在具足顺缘的地方，听起来就很美好。具足顺缘的地方呢，就很顺心。第一个是讲的是外环境，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是呢要向内心的。比如说第二个叫少欲，第三个是要知足，第四个呢是要断除杂物，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杂事，因为有杂事是没法修习声波塔的。比如说啊，坐着修定，过一会儿想想啊，这个事情没做啊，那个事情要看一下，然后就像现在一会儿想去翻翻手机，然后翻翻这个翻翻那个，应该是没办法修止的，没办法修定的。所以如果想要以后修定的同学，现在要控制一下自己对手机的依靠感，因为一旦你把手机关机或者不拿手机的时候，可能会焦虑，养成了依赖它的习惯。所以要想修止的话，从现在就开始要断除这些杂物。那么第5个也很重要，叫手持清净的戒律。大家都知道是由戒生定，所以戒律的持守呢，是一个修习定的人一定要过的。你说一关也行，说是功夫也可以，因为如果没有清净持律的摄心的习惯，也很难做得下来，调伏这个狂心啊，像野马一样奔腾的狂心，不经过戒律的这个调制，直接进入定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戒律的持守清净的律仪呢，也是直观的资粮。然后那么第6个呢，就是断除贪欲等这个恶的寻思，就是这个心啊，不能就是缘在这些事情上。那么在其他的论点里也提到了不同的资粮。那么在具足声波塔的资粮之后呢，在修习声波塔的时候，要非常完整的修行次第。比如说打坐的时候要具足怎样的威仪啊，然后垂帘啊等等，然后就说然后怎么样的盘坐呀，怎么样的手势啊，然后内心呢要沿着什么样的所缘，以及沿着这个善所缘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在心中出现沉掉。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什么是沉，什么是掉。在修声波塔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正知正念呢去觉察沉掉。比如说有没有升起，说能否在它升起的几个念头就马上抓到，还是都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跑题了，念头已经跑了。所以非常及时的能够观察到是很重要的功夫。所以呢，如果发现自己已经升起了，然后要立刻认真的对峙。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是沉掉，然后直接去修定的话呢，很有可能我们自己以为远离了沉掉，实际上还是处在昏沉和掉举的这个状态中。如果就这样过了一生，还以为是在修定，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呢，在广论里边呢，宗喀巴大师特别强调修声波塔的时候，一定要缘着，注意缘着善所缘。那么就是说，在经论当中提到，不同的修行人可以缘着不同的所缘。那么如果缘着佛像来修的话，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在训练我们的心专注在所缘上的同时，天天观想佛像，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同时在训练专注的时候，训练心专注所缘的时候呢，其实可以累积到不可思议的
福德。所以所谓的修定呢，并不是打坐，让自己的心什么都不想，或者说把自己的心放空就可以了的。心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就像一个手要抓一个，一定要有个所缘，安住在善所缘上。那么安住在善所缘上之后，透过九住心、6种力还有4种作意来修奢摩他。一旦专注在所缘上，就远离了沉掉，获得了殊胜的清安的时候，前面讲过，这就是奢摩他了。那获得了奢摩他够不够呢？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修习毗婆舍那，应该要进一步的升起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因为这才是我们修习奢摩他的意义呀。就是为什么修习奢摩他呢？我们不是要修定，然后进入几禅天、几重天，我们是要解脱老死的。也唯有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我们才能彻底的断除烦恼，了脱生死，获得生命的大自在，彻底的没有苦运背负的这个大自在。这是所有修行人的最向往的目标，应该说最希求达到的理想。佛陀也就是因为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离开了王宫，走向了苦行林。也是因为生老病死，他想要为我们找到一味解药。那味解药是什么呢？解脱生老病死的解药就是空性，空性的解药。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毗婆舍那，一定要亲自的去品尝毗婆舍那的滋味，说梨子是什么味道，然后还有人参果是什么味道，听人家说的，一定要亲口去尝一尝，亲自的去品尝佛陀为我们找到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解药到底是何等的甘甜。那么想要获得空性的毗婆舍那呢，同样还是要具备资粮。最初呢，必须要亲近正确的了达佛语宗要的智者，也有善知识。在这样的善知识面前呢，要听闻宣说空性的无垢经论，然后透过闻思的智慧，然后能够引发通达空性的正见，然后具备这样的资粮之后，才有可能呢更进一步的升起，然后通达空性的毗婆舍那。那么在证得空性之前呢，大家都知道，知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所破。如果没有认识所破的话，是绝对不可能证得空性的。在辨识所破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有的人就是会破得太过，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破得太过，就很有可能堕入断见，认为没有自信就等于什么都不存在。所以宗大师在广论中花了很多的篇幅，很大量的笔墨来成立没有自信并不等于一切全无，并不等于什么都不存在。因果缘起是绝对不能否定的，一定要在不破坏缘起作用的前提下破除自性。正因为无自性，所以缘起作用才能够安立。反过来说呢，正因为缘起具有种种作用，所以诸法一定是无自性的。龙树菩萨在他所造的回征论里边有这样一句，说佛说空缘起中道的内涵是相同的，并不是自性空就是没有缘起，或者说缘起有作用就没有自性空。佛陀说空缘起中道的内涵是相同的。然后敬礼无以伦比的最胜导师佛陀。
正确的认识了所破之后呢，接下来必须要抉择普特伽罗无我和法我，就人我和法我。那么透过抉择两种我，证得的空性，进一步引生呢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然后透过修学空性的止观双运，再加上方便分的广大行，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然后最终获得一切智智的佛果。然后月称菩萨所造的入中论里边也有说过，世俗真实广白义，俄王引导众生俄，复成善利风云事，飞渡诸佛得海岸。这是形容第六地的菩萨，就像俄王一样，他成就了世俗广大的道次第，以及真实义甚深道次第的双义，是两个双义。然后呢，引导着众生，而且乘着往昔所修的善根的这种风的力量。大家都知道那个雁群在飞的时候，它是乘着风的力量，然后飞渡了什么呢？雁群飞渡虚空，飞渡大海，飞渡湖泊。然后这个菩萨呢，六地的菩萨飞渡了菩萨功德的大海，到达了哪儿了呢？到达了佛地的彼岸。所以修学菩萨道的人们，应当修学深广两种道次第，具足方便和智慧，最终才能达到佛果、佛地。上面呢，非常简要的为大家介绍了止观的重要内涵。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学习广论的奢摩他和毗婆舍那。今天呢，在一生法会，然后我们做止观的前行课，因为在清净善知识品里边说，供养善知识，正行供养最能令师欢喜了，如教修行。然后师父希望我们好好的学习后二度，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广论的奢摩他和毗婆舍那了。我们终于呢盼到了一起学习奢摩他和毗婆舍那的这一天了。大家呢要好好的预习。他说怎么预习呢？你可以把从奢摩他看起，先多看几遍，因为很快可能就开始了。然后很多同学说要求听毗婆舍那，但是呢别着急，耐心一点，还是按照宗大师和十方诸佛为我们开示的道次第，从奢摩他开始学习，后二度从奢摩他开始学习。所以呢，我们会从奢摩他开始学。诸位，你们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喽！